话间呢，电池没电了，换了一块电池继续骑行。也就是说呢，不知不觉已经骑了1个多小时了。一边骑行一边这种慢聊呢，时间过得很快，就有时候你就不会感觉疲倦和无聊。主要呢，因为这些路都是骑过很多回了。如果你不在骑行的过程当中给自己找些事做，让自己的脑子活跃一下呢，就你骑行就会索然无味。刚刚就说到就是作为一个退休人员，我觉得就退休的正是时候，正好在这个经济发生一种转换的过程当中。那同时呢，自己也已经完成了子女的教育这样的任务当然，这个作为父母的永远就是会支持自己的子女继续成长，而且呢，我们也是虽然并没有什么值钱的房产，但是呢，毕竟也已经都付完了我们的这个付款，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无债一身轻，要维持这个房子必要的开支呢，也就剩了一些管理费、水电和日常的这些开销支出而已。那么也就是说呢，只要我们自己愿意过一种闲适的、平淡的生活，以一种自己觉得有趣，但是呢，并不会让我们的经济出问题的这种喜好活动，那么我相信呢，我们的日子就会平淡而开心。那最关键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在这种平淡的生活当中呢，找到更多的乐趣。那我其实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让我能够更加的快乐但是呢，我觉得我现在这样的这种骑行也好，时不时的到某些地方去走访一下也好，虽然都是一些穷游或者就是不花钱的这种骑行，但是呢，还是可以满足自己每天日常的一种生活当中的感受到的愉悦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错。当然这个只是好像一个人在不断的探索的路上，你每天呢就通过这种平常的这个骑行的坚持，每天在那些已经看了很多遍的风景当中又捕捉到一些新鲜的景物，或者你在骑了又骑的这路上呢，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等等这个我觉得也是平淡生活当中的一些闪光点，就还是一种积极的人生的态度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我对那些又去了哪个酒店这个享受了高级的1晚2晚的这个床榻，吃了几餐这些知名餐馆的美食，就我对这些呢就看得不是特别重。就如果说有时候需要去，或者家人有时候为了某种纪念，那我觉得完全没问题。但是如果说让我主动去追求这些呢，就我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呢，也并不等于说我就每天就像现在这样的这种生活我感到无限的满足。其实呢，也是在这样的这种骑行过程当中也会时不时的做一些思考，就未来会有哪些更有趣的事想要去尝试去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呢，我已经回到了莲花大道，时间呢已经过了12点了，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这个雨下来虽然说
天呢是有些阴了啊，就随时都有可能下起雨来。所以呢，我现在也是向回家的路上骑行，尽快的结束我今天的骑行慢聊。这一路呢，已经骑上了一个大坡。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呢，特意的测了一下气压，就发现啊，我回来那天打气的这个胎压呢，已经从91下降到了75，就怪不得我就感觉前2天骑起来有些重了。那今天呢，我又把它打到了91，这样的话呢，骑起来就会比较轻松。因为刚刚那个大坡，我没有换挡啊，直接呢就骑了上来，就感觉会舒适一些，骑行的效率会高一些。我有时候在家啊，闲着没事干的时候，特别是在编自己的这种每天的骑行视频的时候呢，也会观摩一下别人拍的视频。很多呢都是中年以上的人，甚至也有一些退休人员跟我年纪相仿的人做的一些视频。就大家呢基本上也都是在分享自己的一种生活，就给大家呢互相有个观摩参照。那更多的呢是他们以他们的人生的阅历经历，对当今的一些事这个发表一些自己的观感看法。那尤其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朋友们，
如果说他们已经年近退休，或者他们就是过这种退休生活的人们呢，就他们就是把这种想说就说这种观点感想分享出来，那确实呢，有时也会让大家感受到这不就是我的感受，我想说的话，或者我认同的观点吗？那所以呢，在西方这样的一种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的环境当中如果你学会了利用网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呢，是真的可以做到言论自由的。但是呢，我也发现，就大家呢基本上都是坐在自己的家里对着镜头在那边说话，但这个不大符合我的性格。我呢就希望说每天还是要动起来。当然我并不等于说这种健身运动适合每个人，甚至也有理论说不动才长寿，这个也很难说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取决于每个人的这种基因吧。就有些人的基因真的你什么也不用干他就可以长寿的这种基因，那么你可能就是命好就天生的就是长命。但是大部分人呢，作为我一个学医的人，我知道人的这个运作就是还是像一个巨大的化工厂一样，就人要机体要动起来，特别是手脚末肢包括你大脑的这种思维，你要比较灵活，那你就是需要有更好的新陈代谢，你就是需要这个有更好的能量的转换。也就是说，你身体这个巨大的生化工厂它要高效的运转。那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的各种指标就基本趋于正常。那么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更多的能量，或者呢，在这个能量转换过程当中比较高效。这也是为什么我一边在骑行，永远的一个不会忘记的，就是跟大家分享这种健康的观念所以有人会觉得，这个人为什么整天就说这个？难道你身体很好吗？并非如此，而是一个学医者就基本的责任。当然，清者自清就是有些人明白就明白，不明白的那我们也没办法，或者说明白了以后做不到的，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所以呢，对我而言我不会仅仅是让自己每天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对着这个话筒镜头呢就发表一通言论就算拉倒，而是希望每天通过这样的健康的骑行，面对着架在单车上的摄像机，通过的一个简易的麦克风来聊一聊我在旅行途中的观感。当时也会呢对这个社会时政或者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呢发表一些我自己的个人不成熟的观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我的这个分享呢专门起了一个名叫骑行慢聊，就是骑行过程当中随意的散漫的漫无目的的就这么闲聊而已。就大家如果喜欢呢，不妨给我点个赞，关注一下我的视频，然后呢也发表你的更多的意见，在评论区里面留言给我，你对什么有兴趣，或者是你对我说的哪些观点不同意，或者你有更高明的说法，一概都欢迎。那么当然也希望大家继续跟随我的镜头，观赏我镜头前面的风景，和我一起感受环境给我们带来的愉悦，然后呢也像我一样的产生某些思考，产生某种观点
所以呢，也是非常期待大家继续跟随我的频道。好了，我现在呢已经回到了祈福新村的侧门天湖居边上了，从这条简易的小路呢进村去了。好了，我现在呢已经回到了天湖居里面了啊，天呢更加的阴沉了，希望能够在一场雨下下来之前回到我的住所。在村里呢，就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养宠物。特别我对那些养一只大的狗的家庭呢，有时候是心怀敬意的。因为呢，生了一只那么大的狗，要照顾好它真的不容易。而且狗虽然聪明啊，但它毕竟不是人啊，所以它有很多的行为，你要对它包容。就你不能跟他像和人一样的关系啊，他如果做的不对，你就骂他，那我觉得这个不合适。所以有很多时候呢，作为一个动物，你也教育不好它，因为它就是一只动物来的。但是呢，它还是因为没有像人这种智商，它不会像人那样的这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就这个动物呢，它比较实在啊，你对它好，它基本上也会对你好。就你平时怎么对待它，它就会怎么回报你。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不同家庭的这些宠物啊，出来以后也是完全不同。所以你到农村那边去呢，它就是一个看门狗，它有时候就是喂它几个骨头、剩菜，它也是真的日子过得不怎么样。所以呢，真的，你如果说要到这农村去的时候，你要特别当心。就这种狗，它有时候会追着你咬。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城里面啊，它住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当中，甚至家里还有冷气，主人时不时会给它这个去宠物店里面去打个针，这个做一些美容，搞得干干净净。就平时它就会表现得比较温顺，就好像它跟人相处会更好。甚至不同家庭的这种和宠物之间的关系呢，真的有时候可以从宠物的表现看到它的主人的素质和它的家里的这种生活的状况啊等等。所以呢，并不是每家人家养的这些宠物啊都是一样的，真的是不同的主人有不同的这个狗仔啊。这个呢，就跟人一样，宠物呢也是需要有投胎的运气的。
他生在什么样的一个主人的家庭当中呢，他就可以过什么样的狗生。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起初越来越多的人呢，就说养这些宠物。那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呢，都是一种爱心的表露啊，并且呢，你只要真心对待你的宠物，你一定会在生活当中呢有更愉悦的这种反馈啊，所以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事。他说什么？他那个家长说那个什么，学校那小卖部天天不务正业，然后给他卖给自己孩子在这里天天花钱管着，就说是小卖部，在这拿干嘛？非法消费。看到身边经过的一些孩子，应该都是一些初中生。这些孩子呢，都骑着蛮时尚的单车，结伴在屋村里面骑行，甚至有时他们可能也会骑到外面去。但尤其在屋村里面骑行呢，比较安全，就使得大家的活动半径呢变大，而且这些小孩年纪相仿，就可以一块的行动。我觉得这跟我们小时候就有了很大的区别啊。我们只能靠两条腿就近在弄堂里面跟小朋友们玩，就他们骑个车呢，就完全可以骑到大富山公园呐，就半径7-8公里地方应该都不在话下。所以这个对他们身体健康，我觉得跟自然的接触，还有小朋友之间友情的培养，都绝对是一件好事。对于如今啊，就是真的生活在一个不错的年代的这些孩子们呢，其实我觉得除了读书以外呢，就是你在小时候你必须要学会骑个单车，因为这个是锻炼你的这种平衡的能力啊。然后呢，你要对某一种体育项目有兴趣，最好呢能够学会游泳，因为这是一个全身的运动，也是一种技能。等到你高中毕业读大学了，那应该呢学会开车，有没有车无所谓啊，但是你应该学会，因为这个是将来到这个社会上面必定需要的一种技能，不仅谋生，也是工作的需要，也是能够拓展自己的生活的更大的可能性的一种需要吧。所以现在年轻人呢，已经跟我们当年这种不太一样，就是他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呢，其实在不同的时点、不同的阶段呢，他也是有各种需要自我去成长，或者说必须要学会的一些东西。好了，我呢已经回到了绿怡花园了。今天呢骑了一大段时间蛮长了，所以我可能分成2段或者是几段呢来跟大家做出分享。当然都是随意而为的拍摄随心所欲的交流，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点，就是想到哪说到哪，表达我这个年龄的
退休状态的这么一个人，他对于周围的事物的一些观感、看法，当然也会对我们所处这个社会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就是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千社园呢，我觉得是祈福新村仅次于祈福湖畔的一片优美的绿地啊。有生活在这块绿地边上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也是我比较喜欢走的出村的一条近道。好了，今天分享到此为止，谢谢观赏，谢谢大家跟随，下一次出行再见，拜拜。